不要再来骂我了！很多人每次看到我说多少价钱都要骂我，就说骗人啊，哪里找得到这个价格？然后还有人因为这样子准备要吃官司来了。浴室有一个很重要的评分重点，就是吹风机是什么？他妈要是给我那种什么破烂吹风机，你在干嘛？啊？施法。净化喷雾。所以我住饭店的话呢，一定都会先喷一下。就拿这个照着房间内顺时钟喷一圈，围成一个结界。大家好，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。今天我人来到高雄，要开杀2间5星级的饭店。这2家饭店是 IHG 集团下的姐妹饭店，一间是高雄洲际，一间是高雄英迪格。那他们2间实际住起来，我们的感受如何呢？以上都是个人感受哦，不是什么很公正的意见哦。那就跟着我的视角一起去看看饭店住起来怎么样吧。Let's go！ 现在我要带大家看这家饭店，真的是一出捷运站就到了。我们会比较一下2家饭店距离捷运站的距离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要出捷运站了，是中央公园站的2号出口。一出来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饭店在那边，是不是很近？这个如果你拖了行李箱脚程，大概2分钟就可以走到了。那这边的交通你给几星呢？我觉得5星，嘿嘿。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这间饭店他们迎宾喝饮料的地方。那因为这里没有行政酒廊啊，所以我们就会在它1楼的咖啡厅喝饮料。这家高雄英迪格它没有行政酒廊，在这个饭店集团每年住超过40晚，他会给你1张这个，你就可以在这里换399元的等值产品，整个目录菜单上的东西都可以换，我觉得还蛮有诚意的。这里没有人，很清幽，没人吗？没人。他刚刚不是说小孩声音吗？因为这边右边有很多小孩，然后声音会传过来。还有大厅也有。对，蛮多小孩，但是这整个空间是没有人，所以他平时可以来一下呀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进房间看一下，这里的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，能不能跟另外一家竞争呢？我可是很严格的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究竟一个晚上平日花了我3000多块的房间长什么样子。首先这个玄关就很大啊，然后看这边可以放行李箱，这边可以吊挂衣服，还不错。然后浴室就在这里。浴室很大，超大。浴室超级大，有回音，听得到，很吵。我觉得这可以给8个人在这里洗澡。为什么会有8个人？这边是它的淋浴的位置，好，用的是泰国的胆。它有一个台湾元素，那个客家花布哎。好，来了，浴室有一个很重要的评分重点，就是吹风机是什么？他妈要是给我那种什么破烂吹风机，这是什么？丝背箱，它叫丝背箱，没听过的专用。然后旁边这边是马桶。来，另外一个高级饭店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免治马桶。台湾的现在都有了啦。其实台湾如果要满足5星级的条件，免治马桶是必须的哦。好，我们浴室看完了，准备来看房间。一整面墙都是落地窗景，还不错哎。虽然外面是大家诟病的，来铁皮，而且真的蛮丑的。对，是真的丑，这个没有需要帮他解释什么。这边我要帮他解释一下，来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景？因为我的房间其实升等上来了，我们是订基本房，原本是完全没有景，那他们好心帮我们升等成有浴缸的房型。本来是无窗房吗？对，那因为我们订的是平日嘛，就是有时候他们善待会员会升等，毕竟是升等的啦。我觉得铁皮屋就铁皮屋吧。这个是电视啊，那其实我一直对这样的设计有点困惑是。如果你想要看电视，你窗帘一定要拉起来，不然它会逆光。但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说你直接会睡觉的时候面对一台电视。那这边是它的工作桌，我觉得这边有很多细节哦，我们近一点点看，不用太近。这里无线充电板，然后手机直接放上去就可以拍到，然后拉开，USB 没有 Type C 啦，因为这个饭店毕竟已经快10年了哈，它维护的还不错。那网路孔嘛，2个国际插座。那这边现在有设置这个是无线充电板，我觉得还蛮贴心的。所以这边办公区域也过关。我一直很喜欢这家饭店的一个地方，其实就是这边这样子，你躺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，其实真的很舒服。那大家知道英迪格这家饭店它有什么特色吗？在地化，他们主打全世界呢都没有任何一家英迪格是长得一样的。大家知道以前高雄它是靠什么起家的吗？对，港口啦。港口。那港口呢，它有很多货柜嘛，它这个是一个货柜的概念。那其实别的英迪格的房型，它可能就会印一些罐头什么的。那至于它的这个中控台啊，这边很方便嘛，我们按下去就可以控制它的窗帘。
来，摄影师，我们拍一下窗帘。像这样子，从中控台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控制窗帘。然后这一张床，我觉得完全有符合高级饭店的标准，这应该是 queen size 吧？我没有带尺量，我也没有问他们人员。有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们，专业的玩家们，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解惑。这家饭店它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我们平日这一次来，再花3000多块就住到，认真找一下应该有，也是有。你一整年拉出来，不要再来骂我了。很多人每次看到我说多少价钱都要骂我，就说骗人啊，哪里找到这个价格？然后还有人因为这样子准备要吃官司。房价这东西，你拉是你的价格，我拉是我的价格，一整年都是浮动的啊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价吧，就是如果大家想要问我们价格，那你就是有个底嘛，因为我们可能就会抢到比较便宜的价钱，让你知道说，哦，它也有可能这么便宜，而不是说它真的一年四季都是这个价钱。好像还有地方还没介绍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不重要吧？这当然是哪里都有吧，这要讲。好像也是好啦，就是反正迎宾饮料啊，然后点心，有这个胶囊记得带走啦，这个茶包也可以带走啦。知道这茶包用来干嘛吗？泡澡。我要提醒大家哦，你用茶包泡澡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一定要记得，你不要把那个茶包一直放在里面跟你一起泡，身体会过敏哦。我有时候泡澡我就会用，可是我会确保浴缸干净啊。就是如果你真的给它弄脏了，要赔钱哦，麻烦。不然就是要给它恢复原状，一定要恢复原状。就是我每次都被骂，就说没水准啊，给他倒红酒，没水准给他倒茶包。我真的没水准，骂我。但我们都有恢复原状啊。好，我没水准。你在干嘛？啊？施法。净化喷雾。所以我住饭店的话呢，一定都会先喷一下。就拿这个照着房间内顺时钟喷一圈，围成一个结界。而且一方面，你不觉得这味道香香的吗？蛮香的淡淡的精油味。对，因为我们住饭店啊，有时候你也不确定说饭店里面的磁场怎么样，那我都喷一下净化，这样子晚上我睡也会比较容易入眠。要喷一下高雄英迪格的早餐，我觉得它这家的早餐呢，算是以小以精取胜，它的品项并不多啊，但是该有的像面包、生菜。还有水果，它也都有。然后早上喜欢吃的清粥，那它着重在额外有一个单点菜单，上面你点得到当地的特色小吃，像是海鲜粥，还有牛肉汤。牛肉汤是高雄的特色小吃吗？海鲜粥呢，大家知道，其实高雄这边它是海鲜汤饭哦，它的名称很准确。这个最招牌的海鲜汤饭，它这个汤头的鲜应该不是味素，是真的用海鲜熬出来的。它除了可以单点之外呢，我们还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是挂包。你可以现场呢用它的挂包皮，加它的控把，撒一些配料。高雄英迪格的早餐，聪明哥给几分？3.5。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多在地化食材，也算是蛮有特色的啦。但是美味程度就是堪吃啊。待会来退房总评比，退房前呢，决定来帮他打一个服务的分数跟总分。究竟这家饭店我们会给几星？臭脸哥，你觉得服务如何？我觉得可以给到4.5。我也是4.5。我们两个都是大概2、3年前来住过，那个时候的服务我大概只会给3分吧。但现在的话是很多细节服务，例如说像是我们两个刚抵达饭店的时候，高雄正在下大雨吧，我可能脸上都是雨水啊，那他立刻就问说需不需要毛巾，然后就递上毛巾让我擦干，然后柜台人力补超满，就是你随时都可以，超多人，有问题一定找得到人解决。这家饭店的话，我们会给到4颗星，对，4星级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到洲际去住了，大家还是会看到我这件衣服，我有洗啦，我都会换里面，然后我会在饭店把衣服洗一洗晾干这样，不要担心，我很干净。等一下就出发去下一间喽，洲际见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抵达3多商圈站之后呢，就往这个出口走，12号这边，看到这个泰茶商这边有一个电梯，拖着行李就是要走这里，很方便哦，不用爬楼梯哦。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看到眼前就是大圆柏了，就从大圆柏这边继续往前走，马上就会看到一栋高耸的建筑物，这个叫做李万远雄盖的，下面就是高雄洲际酒店，很快速就抵达咯。一进饭店就会看到高雄洲际非常经典的孔雀玄关，然后呢进到入住大厅，等一下马上就有人接待你办理入住咯。臭脸哥，你在干嘛？
拿饼干呢？不可能吧？哦，它这边是免费迎宾饼干哦。对啊，而且它每次都不一样哦。我们现在来到它1楼大厅的公社，这个公社我当初4年前一进来就一见钟情了。它这边的设计非常的漂亮，它是一整个玉面灯，然后里面有2只超漂亮的银色孔雀。这个孔雀它全部是用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制作而成的。一进来这边大厅就更吸引人了，看一下这个风景。那上面这整个空间呢，它是呈现出高雄是一个湛蓝海洋城市的意象。然后我们往里面看一下，你看到它这个1楼的咖啡店这边，我看到台机器吗？那个机器啊，价值连城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外行人。然后我听说好像将近100万，还是超过100万，用那台机挤出来咖啡不知道是怎么样的。因为我个人是不能喝咖啡。然后这个大厅这边摆了很多座沙发，所以如果你在办理入住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多，你不一定要在前面排队，你也可以在沙发区等候。我其实平时蛮少在1楼这里办入住的，所以我不是太了解它现在的流程怎么样。那有另外的入住模式是，如果你是具有酒廊通行证的话，可以直接到它5楼办理入住。那这边1楼我觉得有个亮点，就是Ruby 酱最爱。对，我们有一个朋友叫 Ruby 酱，如果我看过我之前开箱那个170万系统柜做错的，大家都知道那一位 Ruby 酱，他最喜欢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吃这个饼干哦。那我们现在去饼房买面包吧。我们往后面那边看的话，是他的饼房，就是他卖蛋糕跟面包的地方。如果你是洲际大使的话，你可以拿到1张599的券，是可以在他这个面包店这里换面包的。140、200，剩下340嘛，加250、590。好，刚刚好。这是什么口味？这个是意大利的蜂蜜面包。哦，加酱。谢谢。我们那个大纸的599券啊，如果是换贴小蛋糕的话，只能换这个小小的贝贝拉或者蒙塔。其他这边的话是不能换的，但是如果是面包区的话，通通可以带回去。我第一次到洲际的时候，大概是4年前，当时我印象就很深刻。它店铺氛围很好之外，一进到洲际就有一股淡淡的香气。有，其实英迪葛也有啦。英迪葛有它自己的味道，但是洲际的味道让我印象深刻。台湾的洲际的白瑞斗的味道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哦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去房间看一下吧。高雄洲际酒店我最喜欢的房型叫做雅致房，它有着台湾饭店界非常罕见的回字形格局。那现在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房间的快速导览吧。来，一进来这里就是非常宽敞的主卧室。然后这个主卧室它大到旁边有沙发、一个桌子，也不会觉得很窘迫。然后我们往这边走，这里是它的吧台。这个吧台啊，它其实可以用门整个把它隔起来，这样。所以当你整个隔起来的时候，其实这房间就长得很像套房了。所以我都叫它是假套房。然后它又是一般房型的价格，不会太贵。进来这里呢，就是它非常漂亮的浴室，而且它的浴室一定都有落地窗。你要订到雅致房，浴室才是会在窗边，那套房也是有，所以会建议大家高雄洲际酒店就是从雅致房住起。然后这里是它的淋浴间，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舒适哈，不用套房就已经是双面盆了，就是高级饭店必备的，一定要有2个面盆。再来我们往这里走。这边其实平时也可以整个隔起来，每一个隔间只要用门拉起来之后，就都是一个小空间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聪明。回字形的好处就是这样。再来，这里是它的更衣间，然后这里就是它的厕所，里面都有免治马桶哦。然后我们这样绕了一圈之后，会回到哪里呢？来，回字形的格局。最后就是回到我最喜欢的主卧室哦。那我们也要评比一下高雄洲际的拖鞋吧，这个真的很舒服。厚厚的，其实很多人住洲际都没有发现哦，它的浴袍藏在上面。你知道我住到第几次的时候才发现吗？第10次，差不多吧。我住到大概第3年吧，我才发现哦，原来上面有藏浴袍。但我觉得浴袍没有到特别舒服了，就还好。因为浴袍舒服，我觉得应该是高雄经国际行馆，就现在的染衣酒店那个浴袍不得了。那我们现在去看公社，大家看得到我后面的光吗？很厉害。这个东西是它5楼有一个日式餐厅叫瓦拉，每天晚上好像7点还是8点，这边会有一个灯光秀的表演，大概是3分钟吗？它是整个光雕投影，投10几楼，很漂亮。跟我来5楼的行政酒廊，在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看起来超不起眼的，乌漆嘛黑，但是一个转角过来。
这个酒廊的设计也是，我觉得它跟整间高雄洲际酒店最不搭嘎的地方，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酒廊的室内装修风格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好啦，虽然我觉得这酒廊的设计风格不太合我胃口，但是它的下午茶真的很丰盛，也是目前台湾行政酒廊里面我数1数2喜欢的哦。这个烤箱很棒的是，它白木打的，它上面可以倒水，所以你烤出来的面包会比较好吃一点，不会尴尬。不过你现在可以看到它旁边摆一堆大人的饮料啊，这些东西它其实下午茶时段是没有开放，但晚上 Happy Hour 的时段就会开放。刚刚如果下面面包店有看到，会发现这些东西下面都有在卖，其实在这里你想要吃多少就有多少，就不用在下面买喽。最重要的是饮料区，饮料区非常有诚意，都是自己哎，很有诚意。重点是下面有我最喜欢的，这是什么？青春全员百香果，吃这个可以抗氧化，我就直接拿一大盘。那我们回去吃下午茶塔。它这边的下午茶最重要的是这一座塔。如果你是在它下面的那个咖啡厅那里享用的话，我觉得2个人要花到1000块，对不对？光是下午茶就回本1000多块了。然后晚上还有 Happy Hour， 是有东西吃的，它不是只有下酒菜，是真的吃得饱。前阵子好像有退步了一阵子吧，有点缩减预算的感觉，但我觉得最近又回来了。那以下午茶来说，秋莲哥你会给几分？要跟全世界的洲际评比吗？以酒廊界的下午茶来说，你会给几分？如果以今天的水准哦，可以给到4.5好了啦。我应该会给4.5，因为台湾是潮湿型的气候嘛，那它有提供烤箱，我觉得这个就加0.5分。等一下我们会再介绍晚餐，也是蛮丰盛的哦。等一下就带大家去看一下高雄洲际的泳池跟它的健身房。它的健身中心在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你要先到6楼，走进这个神秘的走道。我们现在往前走。这是我觉得整个高雄洲际酒店最奇怪的地方，但大家知道吗？它是半路才变成洲际酒店，它本来应该是远雄悦来，所以就变成这样了。所以他当初规划的时候，有一些东西，有人会觉得它没那么高级，就是因为它其实当初在设计的时候，并没有把它想成是洲际的规格。原本是远雄悦来的规格，往5楼去。好，先看一下有那个健身房。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健身房了，顺便来看一下，你就知道健身房有多大呢？看起来是很大，对不对？来，再看这边，锵锵，整个是镜面投射出来的空间，它其实非常小。然后这边就是一样啊，还有一些哑铃，然后有有氧的机器。第一个5星级酒店来说，这个健身房不及格。而且我本身是不运动，那我看到这个，我也是觉得有运动的人应该会被惹毛吧。它器材真的太少了，偏少。但我知道有蛮多人其实是会运动的，特别是很多住5星级饭店的外国人，他可能是 staycation 啊，对，就会需要运动。那我们现在去看泳池吧。好 ，NG 事故，因为呢我没有预料到他们现在泳池这么受欢迎，超多人，现在整个都是人。因为我其实之前来过那么多次，我没遇过这种状况，生意变很好。那因为这样子录一定会录到人脸，所以不能录。那我们就不方便录影了。那我回去会贴照片给大家看。现在到了晚上 Happy Hour 的时间，那我刚刚有稍微拍了一下，大家有看到这边晚上 Happy Hour 有一些可以自己取用的东西，像是新鲜的水果饮料，然后有一些生鲜的小菜跟蛋糕糕点，然后它会有一些面包，会有现场烹制大量的肉。那今天的肉是醉鸡，那我先吃看看它这个肉做的怎么样。这个油脂水准很好哎，它鸡肉的肉质很弹牙，然后上面的皮非常的爽脆。酒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酒。那刚刚我们有看到它有一些葡萄酒，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，然后气泡酒，跟我最喜欢的 Moscato。Moscato 这种酒它不贵，但是甜甜的有气泡，喝起来很舒服。但是除了那些自己倒的酒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酒单。那酒单你们可以尽情的点它的调酒，这边现场呢，它有一个调酒区嘛，那个调酒区是会有专人帮你调。那我自己是点了它最近新的特殊调酒，叫做迷雾玫瑰，它是有酒精版跟无酒精版。我觉得这个无酒精版也很好喝，它里面有龙舌兰、葡萄汁、柠檬汁跟弹珠汽水。那如果你是想要点烈酒的话，它这边也有百富12年单一麦芽 Whisky。还有人头马 VSOP 特选干邑。然后这个酒廊它有一个特色，高雄洲际它其实有4间餐厅嘛，那这边呢它会有一个他们的特色菜给酒廊，上面就有他们来自各个餐厅的特色小食。我想要来帮这个 Happy Hour 打个星。那臭脸哥，你这样整顿吃下来，你会给几分？3.5，它的热食选择蛮少。那我的话，我会给4分。那我为什么还是给这么高分呢？因为我觉得它的酒的选择很多，而且其实我一直都很重视一个东西，就是有没有 Moscato。
就是任何甜的气泡酒我都 OK。那我们明天早上呢会去开箱它1楼的大厅早餐之外，我们也会再到酒廊来吃它的早餐。早安，我们准备要去吃早餐喽。早餐在1楼的大厅大地餐厅，然后吃完1楼的大早餐之后，我们还会到行政酒廊去体验行政酒廊的早餐。高雄洲际的早餐就位于1楼的后面，一进来我们就先看到一整排的热菜，已经冒着热气在那里吸引着你，而且还有日式的凉面跟一些粥品。然后再往旁边看的话，这边就是现做的港点区。然后这边呢，只要你把桌上的夹子放进这里，他们就会煮好，直接帮你端上桌哦。高雄洲际最棒的是，他们连煎饼都有人在这里现煎，而且旁边的面包区非常的丰盛之外，还有准备烤箱可以让你回烤哦。再往旁边走呢，是丰富的果汁跟生菜沙拉，还有优格区，在这边可以吃到丰富的水果沙拉，也有非常多的选择。高雄洲际的早餐真的是非常丰盛啊！桌上的这个拿去把它放在它的单点的格子上夹着，它就会帮你送到桌上。首先，他们居然也有海鲜粥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粥，它真的是粥，它不像另外一边它其实是汤饭。我是比较喜欢粥，汤头也鲜美非常多。这个粥已经彻底炖烂了，一入口它就会化掉。如果英迪格那碗海鲜粥是3.5分的话，那这一碗有4.5，无限接近5分。我觉得到高雄洲际一定不要错过这一碗海鲜粥，因为应该多数人都可以吃吧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帮洲际评分，我给4分好了。我觉得它的用餐环境很好。我自己的话也是给4分。那我们准备要去酒廊吃早餐喽。如果说刚刚在楼下吃早餐，因为人非常多，是在战场里面抢食物的话，那在行政酒廊吃早餐，应该就是在天堂里享受了吧？虽然行政酒廊的早餐选择呢没有楼下那么丰富，可是它也有很多自己的独门秘技。重点是这些选择也已经很够我吃啦，而且没有很多人在这边抢。可以悠悠哉哉的选择想要吃什么，还可以在桌上点这里才有的单点菜单哦。像是我最喜欢吃的班尼迪克蛋，也是行政酒廊才有提供，这个在楼下可是吃不到的哦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班尼迪克蛋吃起来怎么样吧。班尼迪克蛋上桌了，只有到酒廊才点得到，因为下面的大早餐没有。里面真的是半熟。它这个班尼迪克蛋啊，做出来之后，上面的荷兰酱还有在用喷枪炙烧过，所以看起来很美味。这班尼迪克蛋可以给到4.5分了，口感非常好，上面的马芬堡呢也不会烂烂的，或者是很硬咬不动。那上面的蛋熟度呢很完美，它可以流出很多蛋液，这样的一起吃很湿润。中间的培根也有煎得香香的，好像有一些店它可能培根没煎过就放上去。重点是它没有产生油耗味。现在送上来了，我每次来一定都会吃的鸡胸肉，不知道它的鸡胸肉有没有退步吃？但感觉今天好像是不是有点老，看起来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吃完酒廊的早餐了，要来帮行政酒廊的早餐打个分数。那现在早餐你吃完之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好。分数啊，先生。还好是几分？3分好了。我觉得它退步蛮多的。我也觉得这早餐退步蛮多的，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它的早餐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舒肥鸡胸肉，那个舒肥鸡胸肉非常好吃。可是这一次吃那鸡胸肉真的是可怕到极点啊！我讲一下退步哪些地方，就是单点的品项变很少，然后呢，每一个单点的，我觉得以前的摆盘也比较用心，然后现在的就是把它变得很小一个，以前的都弄很大很浮夸这样子。但拿的东西我也觉得其实跟以前差不多，拿的东西差不多，可是单点的东西真的差以前非常多。我觉得单点的部分是味道变差了。它那个班尼迪克蛋是一样的好吃，甚至是有变得更好吃吗？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舒肥鸡胸肉，那就是它的灵魂啊！以前的它的鸡胸肉是外面有煎的香香酥酥的，但是里面非常嫩，很嫩。可是现在它出来就是一个比小七的即食鸡胸肉还要柴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吃什么。然后还有它也泡得很咸，它整块
鸡胸肉的咸度其实很高，所以那个鸡胸就是真的没救。那既然这整个早餐的最大价值所在已经拔不掉了，那这个早餐就不成立了。严格来说，如果以九郎早餐来说，它算是很丰盛的，但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在意的就是它的鸡胸肉啊，那个鸡胸肉没了以后，我就不会特别想来吃了。所以这边九郎我决定给2.5分早餐。我说早餐，其实它的早餐还是很不错的。如果你不想人挤人的 OK， 只是说就是变成可吃可不吃了。他拿的东西跟楼下，比如说他面包，其实他选择很多，跟楼下差不多。然后还有比如说沙拉是它，因为它是用一罐一罐装，你吃起来比较方便。然后其他的热食的品项跟楼下不会差距太，它就是楼下的挑几个上来摆这样。好，那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住宿高雄洲际酒店的心得了哦。那因为原本录好的心得画面已经坏掉了，所以我直接用我拍了一些素材一边分享心得。这次我们来高雄洲际其实住了2间房，那除了之前画面上介绍的雅致房之外，我们也同时有住这一间港景房。那港景房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，因为当初4年多前我第一次来到高雄洲际住的时候，住的就是这个港景房。这间酒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花钱住这么贵的饭店。现在当然往回看，当时1晚7000多块，其实也不算真的很贵了啦。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饭店都是住很顶级的，不过对于我来说，以前我旅游的时候呢，都是住一般的商旅，因为我会想要出去嘛。那这间饭店呢，带给我的震撼是，让我从此开始愿意在饭店里面多待一点时间，甚至呢，我到很多城市去旅游，其实是为了要去住那个城市里面的某一些饭店。所以高雄洲际算是开启了我对奢华住宿的一个启蒙吧。那这一次再带大家来看高雄洲际呢，其实也算是一个搜集台湾洲际的过程。因为我虽然住过这间很多次，但我从来没有为它拍摄过长片。我的频道上面已经有拍过台中洲际、新北洲际，所以高雄洲际自然也是不能错过啦。那台湾最后一间洲际就是台北洲际嘛，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或是明年初会开业。到时候呢，我一定会抢先去拍，把这4间洲际的拼图都拼满。那我知道拍这种旅游 vlog 呢，其实我频道上面会看的只有忠实粉丝。那如果有人是看到这边，但是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，也真的非常感谢你。那拜托你动动手指头，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最后面还有一个小花絮，不要错过哦。哎呦，太胖了吧，那个球都挤出来了啦。对不起。